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不知道看本期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来过欧洲，来到德国。如果你们来到德国，你们可能会发现啊，与中国现在的城市风景相比，德国的城市，比如说它的建筑啊，还有它的基础设施啊，都是比较老的。所以从这点来说，从城市建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基础设施以及绿化来说，中国的城市，我认为呢已经是超过德国了。而且你要看什么样的城市，可能有的超过，有的已经远远超过德国了。还有另外一个，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可以跟国内比较，就是在欧洲街上开的车，比如说德国吧，相对来说在欧洲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所谓发达国家。但是你们来到德国之后，除了德国南部那两个州，因为那两个州它是汽车支柱产业的州，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、奥迪都在德国南部那两个州。所以呢，你们去到德国南部那两个州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那里的所谓豪车特别多。但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州总体来说啊，街上跑的车辆平均可能没有中国的豪华。另外，德国街道上的车辆可能要比中国平均要旧很多，小排量的车也比中国多得多。接下来呢，我想用我平时拍的一些素材呢，给大家一起呢一边走一边讲解一下。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科隆的步行街，这是11月份冬天了。你看这步行街，这里一棵树都没有，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很多高大上的，对吧？而且偶尔呢还有乞讨的人，或者露宿街头的人。我们继续往前，沿着步行街往前走。这里呢，如果是人少，其实还有人骑自行车的，虽然不准，但是还是有人骑啊。然后大家发现没有，就是在所谓的西方国家，经常发现年轻人就是席地而坐，坐在地上，下面呢什么都不铺，就直接坐在地上，裤子啊、裙子啊就直接坐在地板上。这在中国呢也是很少见到的。还有来过德国的人，可能你们也发现啊，城市的街道上经常有乞讨的人，这些很多是姜太公钓鱼，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，爱给不给随你便啊。而且这几年由于整体的形势不好，所以在德国城市里啊，特别是越大的城市，人流越多的地方，那么城市乞讨的人就越来越多。不仅是乞讨，还有无家可归者啊，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住，那些在街上搭个帐篷什么的，这种人呢也越来越多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看看右边这里，这是个女的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人啊，应该是外国人。像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专业乞讨的，听说啊，原来德国的媒体报道过，像罗马尼亚这种啊，他们有黑社会，专门呢组织这些人出来乞讨，每天早上用车把这些人拉出来，然后呢晚上呢把这些人用车又接回去。有的可能是统一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德国的警方可能也掌握不了实际的情况。所以欧盟边境的开放啊，对德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好的就是德国的工业受益良多，但是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整个德国社会治安呀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这是我在德国30年我亲眼啊可见，用肉眼可见的速度，我认为从治安来说呢，德国是向下沉沦的啊。整个街道的面貌我就觉得非常的颓废、肮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科隆大教堂了。大教堂呢是科隆的地标，是科隆唯一可以看的、值得看的一个地方。可以进去，非常的雄伟，也可以花可能几欧元可以上那个教堂的顶端去。要走，好像有没有电梯我不知道，以前我走过是要上楼梯的，体力不好的人很难上去，因为有140多米嘛。但是上面没什么可看的，因为它到处都是柱头，看不见什么，我不建议大家上去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在科隆大教堂这里的有个地铁站，我们进去看看德国的地铁。这个地铁相对呢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地铁啊，因为它是这里的旅游中心吧，所以
肯定在这个清洁卫生方面要搞得好一些。但是我们进来看到就特别的压抑，因为它特别矮啊，好像你的手伸上去呢就可以够着那天花板一样。然后整体它的色彩不是特别的明亮，灯光也没有像中国那种地铁站那么好。我们台阶往下走，因为它这里只有往上的那个电梯，没有往下的。你看，德国所有的地铁站都是没有像中国那种安全门的啊，所以我认为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。像这样有安全门的，只是亚洲的国家比较多，特别是东亚国家。我认为安全门非常重要，特别是我想起了以前我去纽约的时候，他们的地铁站特别老，那时候全部没有安全门。现在听说有一点点路段有了，但是呢，大部分还是没有。而且下面呢非常的肮脏，经常呢有的那个地铁刚刚进站，然后呢突然被某些疯子呢推下去了，然后马上就见上帝去了。所以像这种，你看这地铁站呀，跟中国的现在那种现代化的地铁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说，中国也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啊。因为有画面为证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这是德国，所谓西方最发达国家之一，他们的地铁站，而且这个地铁站是相对好的，这列车相对来说也还不错。而我们稍微看看里面的地铁车厢吧，你们看看，地铁车厢也不怎么样哈，座位也一般。看了地铁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沿着这台阶往火车站方向走。你看这里就有2个这无家可归的，就在这里，以这个火车站为家，这里还不错了，遮风挡雨。它也是临接驳的啊，就是从地铁站上来，你可以坐这个电梯，也可以步行上来，就直接进入火车站的大厅了啊。德国没有安检，这个大厅它有点历史了，所以进来之后感觉它完全没有中国那种火车站的高大上，对吧？这里就是非常的小家碧玉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或者落后。朋友们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因为德国的治安远远不如以前，也远远不如中国，所以我每次来到这种人流特别密集的地方，我就完全没有安全感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因为德国每天都会发生持刀那个刺人、砍人的事件，这几年特别多，特别是这2年特别多，真的，媒体报的比较多，所以我现在在德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其中一个就是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，你不知道有什么人对吧？他口袋里或者他包里有没有什么武器炸药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们看到在德国这地铁站还有这个火车站都是没有安检的，随便什么人、任何人、恐怖分子都可以进来。这就是德国火车站的站台。这个科隆火车站是德国相对来说历史比较悠久的火车站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19世纪它就开始使用了，一直到现在1880几年它就投入使用了。德国的火车站虽然非常的方便，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是，它的火车站里面不提供座位，一般来说不提供，它的座位非常的少，只是呢在比如说某些这个站台上面偶尔有几个给特别老的人坐，但是在德国那个座位被人占了，再年轻的人很少有人让座的，而且在这个地铁车厢里面我也很少发现有人让座的，这点与中国是非常大的不同。好了，你们看火车站它的站台上面也没有这安全的屏蔽门。科隆火车站它是一个很大的站，但是它的站台数量没有中国一般普通城市的站台数量多，可能大概就是10来个、11个左右吧，应该是11个，我没记错的话。你看，像中国一些大城市，动不动可能就是20、30个站台，对吧？像这个是德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，它是一个枢纽，但是呢只有11个站台。它是仅仅建在科隆大教堂旁边，紧贴着它。你看，这就是科隆大教堂它的后面。
这是德国的基础设施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非常的老旧了啊。你们可以说他们有历史，但是从这方面来说，老是老，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一定要与时俱进啊，不可能全部都是老的。你认为它是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一直使用100年、200年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基础设施还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更新换代。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啊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了街上，可以发现有乞讨的人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。说到这带押金，我就想起来台湾以前有个歌叫做《酒干倘卖无》，对吧？去看有没有，没有就继续往前走。我的镜头一直对着他，真的，现在是德国大城市的日常啊，这种画面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或者是在德国生活的人，到垃圾箱里面去寻找有押金的瓶子，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侧面啊，可以发现德国的经济呢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有德国很多退休的老人，因为他那个退休金不够用，所以呢也只能退休之后60、70岁、70、80岁，还到这种垃圾箱里面去翻找瓶子。你看他又到里面去看看，对吧？这人从面相来看大概是40岁左右，一个中年的大叔，是养家糊口的人，估计吧，不容易啊。在所谓的德国这种西方发达国家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看这里画面，这就是无家可归的人，这一群在这里2、3个，他那个车里面就是那种超市里面购物车，他就偷来据为己有，然后全部的家当就放在这个购物车里。这就是德国大城市的日常的画面啊。他没有看这个垃圾箱，因为估计他以为呢别人已经看过了啊。他走的步伐是挺快的，因为我想记录吧，所以就一直跟着他。你看这里又有一个人去寻找，他还有电筒呢，装备是比较齐全的。这也是个无家可归者，因为他带了一个背包，然后有一个席子，对吧？有个垫子，像那瑜伽垫一样。看看他来看看吗？对，又看一下有没有押金，对吧？有没有押金瓶？短短几分钟，我们就记录了至少2个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的街道上面的跑的车辆，你们看看小排量的是不是特别多？也没有什么很多豪华的。这是科隆啊。刚才前面说了，德国例外就是南德，它的所谓的豪车比较多，但是其他州相对呢要少很多，因为这些人呢没有南德那么富裕，所以他们开的车也没有南德地区的好。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也看看有一些车辆在跑，对吧？大家看看两边的房子，这是居民区，下面1楼有的可能有商店，但是这就是德国科隆，也就是德国1线城市的街景。你们看，能跟现在中国的大城市相比吗？根本就没有可比性，是2个不同的时代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进入这条街道，也是商住两用的。你看他们地上啊，这个砖铺的也没有中国的那么豪华了。现在我用豪华这个词是打引号的啊。你们看他们路边停的车也没有什么豪车，地上呢也比较脏，建筑物也不怎么样，对吧？你们看都是些什么车辆？都是有些年头的小排量的。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，没有中国城市那种电瓶车，特别是中国南方城市，好像蚂蚁一样特别多的电瓶车，而德国呢特别多的自行车，这也是呢中德2国对比非常强烈的地方。从这点来说，我就觉得经常问自己，到底哪个是发达国家？是中国是发达国家，还是德国是发达国家呢？如果你光看街上的东西，你真的是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。因为中国还有全世界很多国家是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，而德国呢是顶尖的发达国家的。但是如果是你们看到德国的，从前面看到他们的地铁啊、轻轨、火车站啊，还有现在街道的那种面貌啊、建筑物啊，还有街上的车，你们可以看到
到底德国算不算发达国家？我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疑问了。还有我发现，你看德国他们的建筑物不仅不好看，而且涂鸦也特别多。另外呢，我觉得现在发达国家，它主要是有汇率差，就说比如说1欧元就相当于差不多8块人民币。所以说，如果他要买进口的东西的时候，可能就比较容易。但是在本国啊，如果是你挣欧元花欧元，其实紧巴巴的啊，所以他的生活水平其实也不高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在全世界，如果你撇开汇率啊，我认为啊，像这种生活水平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和发展中国家，像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，我认为呢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了。现在，而且现在在德国很多方面，它是每谈到，比如说工业方面的，像这种手机呀、电动汽车呀、汽车电池啊等等方面，德国媒体呢经常是以中国为标杆了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画面是有一辆小鹏的电动汽车，以中国为标杆了，就是间接的承认了、间接的肯定了中国的进步，对不对？30年前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啊，德国很多工业领域把中国作为标杆，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特别意外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看街上的车吧，还有街上的涂鸦吧。这涂鸦不是最多的啊，我认为涂鸦最严重的是德国的首都柏林。好，我们看街上的车，你看全是小排量的，对吧？不是说人家不想开大排量的车，而是因为呢，人家没有那么多的余钱。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但是中国街上开的车对我来说已经很多算豪车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电动汽车，因为中国这几年啊，电动汽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，有很多的牌子，它的配置也很高，然后呢，每辆可能大概是10万到15万人民币左右，对我来说就已经很高档了。你看，对比德国这种燃油车，是不是两个时代的产品呢？从设计来说也是啊。还有，这就是德国普通人住的街道，而且我拍的这段，我可以跟大家说，是德国最好，是德国科隆最好的地段之一啊。我只是说是之一，是最好的地段之一。再重复一遍，它的房子是这样的，还有它的绿化是这样的，它的居民开的车是这样的，你们可以想象。更加不好的区，他们的房子是怎么样，然后他们街上的车又是怎么样。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觉得中国人完全不用什么自卑，而是自信一点。从改革开放来说啊，这30-40年确实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。因为你们很多人在国内没有那种比较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你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。因为我在国外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比较。因为这就是我自己拍的素材呀，你们看，对吧？这是个加油站，你看德国的加油站和中国的加油站比起来，这是德国1线城市的一个加油站啊。它的汽油1升现在是1.6、1.7欧元左右，比那个2年前降了很多，也就是它的这种能源的价格又降低了，但是我们家里的电费没有降低多少。右边这建筑物就是地段比较好的一栋出租的公寓楼啊，就是里面住的人大部分都是租客。好，看了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对照与中国比较，而且我发现啊，中国城市的车辆现在绿牌车越来越多。昨天我说了，像深圳啊、广州啊，像这种城市，现在绿牌车的几率啊，要比蓝牌车更高，也就是呢，电动汽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燃油车的数量了。而在德国的街头，这种画面刚刚相反，我们看见大部分这种车呢都是燃油车，而不是电动车。另外，在德国，我觉得是主打一个生态啊。我是用这个比较好的词，其实不好的词就是德国的街道很脏，很少有这种清洁工像中国那样去打扫，所以呢，到处显得呢比较脏，有很多的落叶。所以我就说了嘛，是主打生态环保。还有德国呢，它的冬天天气非常的不好，经常很多天或者很多周见不到阳光。
又加上他们的建筑物啊，色调不怎么样，然后呢又没有很多的 logo，又没有很多的店名，我觉得整个城市给人一种非常压抑那种感觉啊。我不知道来过德国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反正我在德国啊，跟中国对比，更就是很强烈，就是中国城市里面色彩斑斓，而德国呢就是色彩来说比较单调一些，而德国呢穿着呢也是比较单调的，主打一个黑，主打一个灰，一般是这样子。在德国大家看到车辆很多都比较老旧，其实德国也有那个报废，只不过呢没有报废的年限。在德国也有年检，只要能够年检过关，你10年、20年、30年的车都可以开，老爷车也可以开。而在中国，据我所知，它是有报废年限的，年限一到，不管你多新的车，不管你开了只有什么几万公里，你都得报废。所以可能这也是导致了在德国的街头，你看他们的车辆平均的新旧来说，要比中国旧得多。中国街上的车辆，一个是比较现代化、比较豪华，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新。这也是中德两国比较明显的地方。所以回到中国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所以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。我一回到德国就觉得时光倒流了，因为它的车辆呢比较老旧，然后建筑物你们看到都是这样的几十年的或者可能上百年的建筑物。因为德国呢是在二战的时候呢被所谓的盟国炸了，炸得不成样子，所以呢就是50年代60年代很快把它建成起来了。当时呢不考虑美感，只考虑到短平快，满足当时人们的居住的需求，所以呢才出现了在德国，特别是城市啊有战争的地方，他们的城市的画面就比较丑陋。另外再加上德国的冬天，它的天气确实不好，能够见到太阳的那种几率比较低，都是阴阴沉沉的，又是温带，那个树叶就掉光了，全是灰蒙蒙的一片。所以德国人整个可能民族性就比较压抑，与这天气与这气候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刚才呢我给大家看了德国街头的画面，还有德国街头那些汽车他们的新旧程度，他们的小排量比较多等等。看了这所谓的基础设施之后呢，还有这些街道画面之后，你们觉得到底在你们心目中德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呢？当然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，这只是一个方面啊。一个国家发不发达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。今天咱们说的就是我们表面的现象，我们看到的啊。与中国相比，那你们觉得到底哪个更现代化，哪个更加发达呢？你们觉得所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是不是要更新了，或者重新定义了呢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